真的？ 这部2013年上映的韩国电影《柏林》被无数影迷们誉为韩国谍战电影巅峰之作。该片不仅汇集了何正宇、韩世圭、柳承范3位影帝联袂出演，女神兼影后全智贤更是主动推迟婚期，亲力加盟。影片上映后，在韩国3大赏获得多达16项大奖提名。可由于同年《新世界》和《溯源》的横空出世，让这部电影在最佳影片的角逐中无缘获奖，成为了影迷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遗憾。话不多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韩影谍战的佳片神作。 故事发生在德国柏林，男主宗盛是一名活跃在海外的朝鲜特工。由于在国际事务上屡立奇功，他多次被平壤授予共和国英雄的称号。这天，他接到一项秘密任务，前往柏林威斯汀酒店607号房间，代表国家进行一场军火交易谈判。这场交易的买主是阿拉伯武装势力头目亚森，因为朝鲜常年被美西方制裁，出售军火就成为他们获取外汇的重要途径。而阿拉伯人则是有钱买不到武器，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可殊不知，韩国国情院早就获取到了情报，提前在酒店房间内装上了监控，等双方的交易一旦完成，他们立马主动出击，抓个现行。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亚森终于同意了宗盛提前付款的条件。眼看交易即将完成，韩国国情院郑科长立刻命人开始行动。可就在这时，一伙来历不明的人却率先闯入了房间，这让交易双方和郑科长都有些猝不及防。房间里很快便爆发了激烈的枪战，领头的袭击者向屋内喊话，说他们是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这次主要是为了逮捕阿拉伯武装头目亚森，并不想和其他方面牵扯上关系。宗盛一听也不再恋战，果断沿着预定路线开始撤离。可当他刚走到逃生出口，不料几名韩国特工突然出现，双方立刻在楼梯口展开肉搏。作为朝鲜的顶级特工，几个韩国小喽啰自然不是宗盛的对手，很快便被制服，全部倒地不起。接着宗盛迅速从天台向外围转移，本以为就此摆脱了追击，没想到郑科长突然从侧面杀出，快速用枪抵住了宗盛的脑袋。见此情形，宗盛只好缓缓站起身，但他并没有选择束手就擒，反而淡定地告诉郑科长，不要轻易拿枪指着别人的太阳穴。 고개만 돌리면 총알은 빗나가. 알았으니까 일단 가자고. 就这样，宗盛从郑科长的手上成功逃脱。而这次行动让韩国方面赔了夫人又折兵，他们不仅一个人没有抓到，还因为动用枪械引发了外交问题，高层对此大为恼火，责令郑科长所在的海外组务必尽快找出朝鲜与他国交易的证据。另一边，宗盛来到一个僻静的河畔，与朝鲜驻德国大使老李进行了会面。老李告诉宗盛，这次交易行动的失败，让平壤方面怀疑可能内部出现了问题，上级已经派来一个叫董明秀的特派员，专门负责调查此次任务失败的原因。而说起这个董明秀，此人还是宗盛曾经的一个学生，他做起事来心狠手辣，业务能力极强，但与一般人的出身不同。明秀的父亲是平壤的4号人物董将军，所以这次上级指派他前往柏林，其目的很可能不仅仅是调查这么简单。老李提醒宗盛也一定要小心，可是面对大使的好言相劝，宗盛却言辞呵止了他。 대서 동지, 제가 뭐하는 사람인지 잊었습니까? 原来宗盛表面上是老李的下级，实际上却是平壤派来的特别监察员，专门负责监视驻外人员的行为。他警告老李不要妄议上级的决策，说罢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回家后，宗盛开始反复查看酒店的监控录像，却依旧想不通到底是谁泄露了消息。虽说他嘴上拒绝了老李的提醒，但不被信任的感觉属实令他失望。这些年为了国家利益，他远赴海外出生入死，就连妻子也被安排在身边一起执行任务。妻子珍惜表面上是大使馆的翻译官，但核心工作是服从上级命令，经常被要求出卖身体来换取情报。 접대하라고. 저 새끼네 민간 사실을 원한다. 屈辱的泪水时常夺眶而出，她不止一次催促丈夫申请回国，但都被宗盛选择性无视了，这让夫妻俩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很快，特派员明秀就抵达了柏林，他刚一来就向老李通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上次交易失败是有内鬼出卖了国家情报，而经过他这2天的调查，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宗盛的妻子珍惜。接着他拿出来一段视频录像，只见画面中的女人亲口承认，说自己是从使馆女翻译官那里购买的情报。这件事让老李也感到难以置信，他将特派员的话如实转述给了宗盛，可宗盛坚决不相信妻子会背叛国家，他认为视频肯定是伪造出来的。老李告诉宗盛，现在他还有2天时间自证清白，如果等明秀把珍惜带走调查，那么一切都将无法挽回了。当天夜里，宗盛辗转反侧，彻夜未眠。他盯着妻子的后背看了良久，回想起对方最近总说想回国，他的内心也不免产生了怀疑。于是他开始暗中监视妻子的一举一动。凭借特工敏锐的洞察力，很快他便从妻子的微表情上发现了异常，这更加加深了宗盛心中的不安。而就在当天的午休时间，妻子突然独自一人乘坐地铁外出，宗盛见状立马尾随着跟了上去。期间他还故意打电话约妻子一起吃午饭，没想到妻子却说今天要去图书馆，没有时间。为了不引起怀疑，宗盛也没有多问。可当他看到妻子在勃兰登堡站下车时，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因为这个站附近根本就没有图书馆。
经过一路跟踪后，他这才发现妻子去的地方竟然是美国大使馆的方向。这下宗盛再也无法淡定了，难道妻子真的背叛国家，想逃到美国吗？失去理智的宗盛立马赶回到家中，他像疯了一样开始四处翻找，试图找到妻子可能叛国的证据，这样他才能彻底的死心。可即便他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却始终没有任何发现。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这次的特派员明秀。而作为自己曾经的学生，明秀对宗盛丝毫没有尊重可言。他进屋就开始不断的冷嘲暗讽，说一个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的人是怎么当上共和国英雄的。当然，他此次前来也并不是为了来专门羞辱宗盛，他给宗盛带来了一个更加劲爆的消息。原来就在刚刚，大使老李叛变国家，向美国发出政治避难申请，现在正在前往美国大使馆的路上。明秀要求宗盛立刻前往现场抓捕老李。与此同时，韩国方面也得知了这个消息，郑科长迅速派人在半路上进行拦截，一时间叛逃的老李成为朝美韩三方共同追捕的猎物。一场疯狂的追逐大战在广场和地铁之间展开，凭借干脆利落的身手，宗盛轻松解决掉了前来追击的韩国特工，并在地铁隧道里成功抓住了老李。可当他们刚走进安全通道，没想到一个美国使馆的人杀了出来。好在明秀及时赶到，果断将美国人一枪爆头，随后他又逼退了刚刚追过来的郑科长。就这样，三人顺利脱身。然而在审讯前，老李却告诉宗盛说他们都被明秀父子给利用了。他说董将军为了填补自己海外账户的缺口，想要侵占柏林大使馆保管的40亿美元外汇资金，所以这才派儿子明秀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柏林，假借调查的名义，趁机铲除掉所有驻外人员。然而出于根深蒂固的忠诚意识，此时的宗盛又怎会相信一个叛徒的话？无奈之下，老李只好留下一句暗语： 종성, 바다에서 막힐 때는 아리랑을 반음 낮춰 부르고 후렴구는 휘바람을 불어라. 话音刚落，明秀就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架上摄像机，给老李注射了一针吐真剂，随后便开始了残忍的审讯工作。回到家后的宗盛心情复杂，他决定跟妻子摊牌，当面质问对方为什么要说谎，是不是做了背叛国家的事。妻子顿时被问得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身边最亲近的人居然在监视他。于是他只好把事情的真相说了出来。原来妻子之所以在那一站下车，只是为了去医院做产检而已。因为不久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本想把这件事告诉宗盛，但两人每天连10句话都说不上，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看着手上的 B 超报告单，宗盛这才明白自己错怪了妻子。可就在这时，明秀突然打来电话，他祝贺宗盛通过了组织的考验，主动举报自己老婆的叛国行为。特派组的同志已经出发，很快就会去他家寻找证据并抓捕真希。这让宗盛听得一头雾水。此刻屋里的妻子正拿着分机话筒，他对明秀的话信以为真，怒斥宗盛是个卑鄙无耻的混蛋。但宗盛自知他并没有举报过妻子，他猛然想起明秀上次来时的异常举动，立刻捡起地上那件内衣，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个 U 盘。紧接着他又在家里发现了窃听器，看来这场陷害早已蓄谋已久。宗盛急忙将家中的音响调到最大，接着用毛毯包住门把手，尽量压低声音，撞开了厕所门。他用手势示意妻子不要发声，在镜子上写上了窃听2字，然后他拿出纸和笔，告诉妻子自己并没有举报他。这一切都是明秀设下的陷阱，当务之急他们必须马上逃离这里。但就在这时，明秀派来的人已经赶到，见此情形，宗盛只好把他们放了进来。趁两人正在屋里翻找证据，宗盛快速掏枪将他们果断射杀。 이거 찾네? 这也代表着宗盛和明秀彻底撕破了脸。楼下负责接应的人听到动静后，立马带着枪杀了上去。宗盛被逼得不得不再次回到家里，他把枪交给妻子，让妻子从暗窗先走，自己留下来拖住敌人。然而屋顶上十分陡峭，而且上面的瓷砖年久失修，妻子一不小心就踩掉了一块瓷砖。突如其来的声响立刻将敌人引了过去，这让宗盛也跟着紧张起来。为了保护妻子，他看准时机果断出手，用厨房碗柜将杀手撞倒在地，接着他用力压住对方的手腕，成功躲开了扫射攻击。宗盛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罐头，对着杀手的腰子一顿猛攻，在激烈的拼抢之下，杀手的枪也被宗盛顺利卸掉。两人随后在屋里展开近身肉搏。 但同样身为朝鲜的顶级特工，杀手的实力也十分强悍，拳到肉打的宗盛一时无力还击。而此刻窗外的妻子又突发险情，在爬行时他不慎踩坑，险些从屋顶上掉了下去。关键时刻他拼死抓住一块钢板，这才侥幸逃过了一劫。接着他利用一个空调外机做跳板，在机器掉落的一瞬间，总算有惊无险地跳到了旁边的阳台上。此时屋里的打斗已经陷入焦灼状态。宗盛知道，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明秀迟早会带着援兵赶到。眼看杀手再次捡到机枪，宗盛冒死冲到窗口，奋力一跃，成功逃到了外面的玻璃房上。杀手见状，立刻用机枪对着他一顿扫射。危急时刻，阳台上的妻子连开数枪命中杀手，阻止了对方的火力输出。可是杀手的坠落却导致玻璃房瞬间开始破裂，趴在上面的宗盛也因此没有了支撑，整个人随着玻璃碎片迅速下坠。 幸好下面有几根电线拖住了他，在空中翻滚了数圈之后，宗盛被崩断的电线缠着四处乱撞，直到所有电线全部脱落后，他这才平稳地落到了地面。这一幕让妻子看得揪心不已。好在最终宗盛并没有什么大碍，两人随后找到一家旅馆躲了起来。而另一边，郑科长虽然在拦截老李的行动中再次失利，但他也并非一无所获。
从那个死去美国人的手机里，他发现了一个人的证件信息，此人正是那次破坏军火交易的以色列特工。顺着上面的地址，郑科长找到了那个以色列人，在他的刑讯逼问下，对方乖乖交代了实情。原来上次以色列人拿到的交易情报是从平壤那边传过来的，而联系他们的人正是董明秀。郑科长瞬间意识到朝鲜方面可能出现了内乱，或许这是一次策反对方的良机，于是他向以色列人索要了当时的通话录音。就在这时，他接到同事的消息，得知朝鲜女翻译官的住所发生了枪战，现场有3具尸体，女翻译官和她的丈夫下落不明。通过死者牙齿和没做包皮手术的情况，郑科长断定这些杀手都是朝鲜人。看来董明秀已经对自己人开始下手了。郑科长立刻让同事用技术手段，尽快找出女翻译官和她丈夫的藏身之地。与此同时，为了找到宗盛，明秀想到一个借刀杀人的办法。他主动联系上阿拉伯头目亚森的弟弟亚姆，告诉对方是宗盛出卖了上次的交易情报，这才导致亚森被以色列人抓走并处死。亚龙听后果然愤怒不已，发誓要抓到宗盛为自己的哥哥报仇。而作为宗盛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明秀很了解宗盛的行事风格，他让亚龙搜索案发地10公里以内的大小旅馆，目标是用现金结账不登记身份的一对男女。通过明秀提供的照片，亚龙手下很快便找到宗盛藏身的旅馆。此时宗盛通过 U 盘和老李的那句暗语，终于弄清楚了明秀父子的阴谋。原来他们计划在大使馆的账户上做手脚，把40亿美元外汇全部转到自己账下，然后以携款叛逃为由，栽赃给掌管资金的老李和宗盛。查明真相的宗盛决定带着妻子返回平壤，他要亲自向最高领导人说明情况，揭发明秀父子的阴谋，並洗清妻子的清白。可妻子听后却一脸漠然，他对宗盛此前的行为失望到了极点。 당이고 인민이고 조국이고 다 나를 의심할 수는 있습니다. 하지만 당신은 걔까지 말았어야 합니다. 就在两人争执之时，几个阿拉伯武装分子闯入了旅馆，他们对着屋里一顿疯狂扫射，宗盛只能带着妻子躲进卫生间。在一轮凶猛火力的压制过后，对方发出了最后的警告，让屋里的人放弃抵抗，举手投降。为了妻子和腹中的孩子能活下来，宗盛只能暂时投降，寻找脱身之计。就在两人被押送到电梯口时，没想到遇上了刚刚赶来的郑科长。见对方人数众多，郑科长只能故作淡定走出电梯，可下一秒，他却把手伸向了腰间。狭小的走廊里瞬间爆发枪战，宗盛也趁机开始进行反击。尽管他从武装分子手中成功挣脱，但妻子却被对方牢牢控制。随着电梯门徐徐关闭，宗盛也不敢再拿枪射击，只能看着妻子被关进电梯里。他迅速从楼梯口展开追击，虽然他下楼梯的方式闻所未闻，但速度却奇快无比。在将楼道里拦截的人解决掉后，宗盛终于跑到了楼下。此时武装分子已经开始驾车离开，宗盛赶紧瞄准车胎连开数枪，尽管子弹精准命中，但车子恰好经过一个路口，所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宗盛只能抄近路追击，他一路狂奔，然后纵身一跃，成功抓住了车顶的行李架。司机见状立马掏出手枪，危急关头，妻子用脚猛踹司机的座椅，导致对方迟迟无法瞄准射击。但随后的2个弯道却让宗盛再也无力支撑，巨大的离心力瞬间将他甩飞出去。此时一辆货车恰好从对面驶来，好在宗盛眼疾脚快，在被车轮碾压前顺利逃脱。然而当他再次起身准备追赶时，武装分子的车早已远去，宗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掳走，浑身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这时郑科长走了过来，他再次用枪口顶住了宗盛的头，但和上次在天台不同，宗盛这次并没有逃跑的想法，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去往何处。郑科长深知此时是宗盛心理防线最脆弱，也是策反对方最好的时机。他拿出了明秀和以色列人的通话录音，宗盛这才知道，原来上次的交易就是明秀出卖了情报，没想到他为国家鞠躬尽瘁，最后险些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在郑科长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宗盛最终艰难地做出了决定。他说只要韩方能帮他救出妻子，他愿意放弃原则，选择投韩。两人一拍即合。随后宗盛拨通了朝鲜安全屋的电话，明秀果然在那里等候多时。在确认妻子还活着后，宗盛同意交出大使馆账户的权限，但前提是必须放了他的妻子。明秀一听立马就笑了，他朝天放了一枪，然后将滚烫的枪口按在珍惜脖子上。话筒里瞬间传来凄惨的叫声。明秀警告宗盛，3个小时之内如果看不到他的身影，那么就等着给自己的妻子收尸吧。事不宜迟，郑科长立刻驾车带着宗盛赶往现场，同时向国情院发出了支援请求。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上级不仅直接回绝了他，还表示48小时之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韩方无关。看来郑科长只能孤军作战了。他并没有将这个情况告诉宗盛，两人按照原计划进行了简单的分工，由宗盛独自前往安全屋进行交易，郑科长则在外面的草丛里伺机而动，通过耳后的微型通讯器暗中交流。可没想到宗盛刚刚抵达安全屋，身后的人就用电棍将他电晕，通讯器也因此被迫中断。郑科长只能通过瞄准镜观察现场情况。随后宗盛被人拖进屋里，报仇心切的亚龙立马走上前，将宗盛按在地上一顿暴揍。但这时明秀却将他给拦了下来，因为在杀死宗盛之前，明秀必须拿到大使馆的秘密账户。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宗盛不仅乖乖配合交出了账户，
还表示自己已经录好认罪口供，承认是他把账户资金全部转移了出去，只求明秀能放他和妻子一条生路。听到这，明秀忍不住笑出了声。没想到身为共和国英雄的宗盛，居然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他十分高兴宗盛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这笔资金。当着众人的面，明秀播放了宗盛的认罪口供，可没想到刚听到一半，里面竟然传来他和以色列特工的通话录音。明秀顿时脸色大变，他刚想关掉录音笔，但反应过来的亚龙已经把枪顶到了他头上。 Play the rest. If we ambush the deal you wish onto with Asim, then you will have the justified reason to replace the current officials, right? Right. So finally, you Israelis will have Yuri and Asim, like you've been wanting. 亚龙终于明白谁才是害死自己大哥的凶手，局势瞬间出现了大逆转。然而明秀不愧是宗盛的学生，歪头躲子弹的功夫他也会用。双方立刻在屋里展开激战，亚龙被明秀连开数枪射杀，宗盛拼尽全力护住妻子。这时外面的郑科长果断行动，朝屋里发射了一颗闪光弹，众人瞬间被照得短暂失明。宗盛趁机捡起地上的机枪，拉着妻子躲到了安全的角落。 眼看双方的交火持续不下，宗盛将目光放到了对面的煤气罐上。他看准时机，带着妻子向外狂奔。在郑科长的外围掩护下，他回手一枪打爆了煤气罐，安全屋瞬间发生了大爆炸，巨大的冲击力将宗盛和妻子弹了出来。但同时幸存的还有明秀和他的一个手下。宗盛赶忙带着妻子躲到车后，可在跑动中他还是不慎中弹。好在郑科长在远处持续输出，成功干掉了明秀的手下。气急败坏的明秀举起一把 AK-47，对着外面的车子一通乱射，被打爆的油箱瞬间引发了连锁反应。宗盛只好带着妻子向芦苇丛里转。 郑科长本想过来支援，结果却被明秀的乱枪射中大腿，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在空旷的丛野上，宗盛拉着妻子一路狂奔，他丝毫不敢停留，因为只有进入到芦苇丛深处，他们才有机会活命。可好不容易跑进了芦苇丛里，妻子却不幸中弹倒在了地上。宗盛赶忙将她放在一个相对平坦的空地，脱下衣服迅速包扎伤口。看到丈夫的身上伤痕累累，妻子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只有丢下自己才能活下来。然而宗盛又怎会轻易放弃？在简单安抚了妻子后，他向明秀发起了反击。为了消耗明秀枪里的子弹，宗盛利用石头声东击西，然后在芦苇丛里快速跑动。判断不了方位的明秀只能胡乱射击，很快枪里的子弹就被耗尽。随后两人在一片空地上遭遇，师徒俩用枪托充当武器，展开了1对1的近身肉搏。尽管宗盛身上带着多处枪伤，但在搏斗中却丝毫不落下风。两人你来我往，打得不分高下。可僵持之时，明秀突然施展了一套杂牌咏春拳，竟将宗盛压制得一时无法招架。随后明秀从身后掏出毒针，打算将宗盛一击毙命，但终究是老师技高一筹。关键时刻，宗盛用脚向上一推，顺势将明秀压在了身下。接着他用力掰断明秀的手指，成功抢下了毒针。眼看自己大势已去，明秀开始向宗盛屈声求饶。他以他父亲的声望做保证，只要不杀他，他一定会帮助宗盛和妻子安全回国。但此刻的宗盛早已不相信他的鬼话，他二话不说，直接将毒液刺入明秀体内。仅仅过了短短几秒钟，明秀就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结束战斗后，宗盛赶紧跑到妻子身边，此时妻子已经奄奄一息，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告诉丈夫她想回家，这让宗盛瞬间泪如泉涌。他不停地向妻子道歉，然后踉踉跄跄地背着妻子向前飞奔。可是他不知道该奔向哪里，最终无力地摔倒在了地上。在微风拂荡的芦苇丛中，妻子再也没有了气息。宗盛抱着妻子的遗体放声痛哭，他拼尽全力为国家工作，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这般结局。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后，心灰意冷的宗盛按照约定，主动签下了投韩决议书，并将大使馆的账户交给了郑科长。可令他和郑科长都没有想到的是，此时国际局势发生突变，俄罗斯和朝韩两国发表了共同声明，将联合建造一条横跨3国的天然气管道。作为此项目的发起人，明秀的父亲董将军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摇身一变，晋升成为平壤的3号人物。而韩国政府为了向董将军示好，决定将账户和宗盛全部交还给朝鲜。这也就意味着宗盛被准备投靠的国家再次出卖了。在押送宗盛的途中，郑科长决定放他一条生路。他再三叮嘱宗盛不要去申诉，不要去报仇，隐退江湖，就像灰尘一样的活着。可失去了所有的宗盛，又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他简单收拾行装后，直接拨通了董将军的电话。董将军正为儿子的死悲痛不已，他威胁宗盛说，即使他逃到天涯海角，也会把他抓回来。可没想到宗盛却说自己哪也不会去，让董将军在平壤等着他。接着便挂断了电话，这顿时让董将军暴跳如雷。随后宗盛独自前往机场，买了一张去海参崴的单程机票，一场有去无回的复仇之旅就此开始了。